大家好，我是 Darren。今天我们聊一个新的国家的季节性工作的签证政策以及相关情况，那就是比利时。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比利时也有季节性工作的制度。其实比利时有一套完整的季节性工作的政策和制度，允许来自非欧盟的人员呢到当地进行季节性工作。那到底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比利时移民局的官网，我们在工作相关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有个专门的 seasonal work 的页面。我们可以看看官方对于 seasonal worker 的定义是怎样的。季节性工作者是临时居住在比利时从事季节性工作的第三国国民，他主要的居住地呢是在欧盟之外。那季节性工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停留，一种是长期停留。短期停留就是指那些在90天之内的这些需要工作和停留的情况。长期停留呢是超过90天但不满于150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当地在一年之内最长可以停留的时间是150天，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呢，相对于北欧4个国家的这个季节性工作签证来比呢，会短一些，因为北欧一般最长的时间是6到9个月的时间。OK， 了解完了当地对于季节性工作签证的政策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相关政策以及居留许可是怎样规定的。这个季节性工作的申请流程呢，被称为 Single Application Procedure， 这意味着这个季节性工作的许可是包括居留权和工作权两部分。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到奇怪为啥要把这两个权利单独拿出来说？一会儿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过话说回来比利时其实这一点还真与这个北欧国家不太一样，因为北欧国家的相关签证或者说工作签证就默许你在当地拥有这段时间的居留权。那之所以把居留权跟工作权分开来说呢，是因为分管的部门是不同的。移民局是管你居住这部分的然后进行相关的这个评估。那工作部分呢，是由当地的这个就业部门进行评估。所以我们在申请这个季节性工作许可的时候这工作跟居留两部分的这个材料和文件必须一同提交才可以。另外这里还有一点与我们之前介绍北欧国家不太一样的，就是申请这个季节性工作许可是由雇主来申请的。比利时的雇主呢，通过这个 Single Application Procedure 向当地的管理部门申请你的工作许可。那雇主呢，在申请这个同时需要提交以下的一些材料，当然都是一些常规材料比如说你的护照你有足够的资金在当地生活的证明你在当地具有这个健康保险，你在当地具有合法的住处，以及你之前的无犯罪证明等等。那申请的处理时间大概要多久呢？官网给出的建议意见是，一般在90天内会对申请者的申请做出决定。那如果你在过往5年内呢，已经作为季节性工作来到这个比利时工作过，并且在工作期间呢，始终这个遵守当地的所有规则，那这个决定会这个提速到60天之内做出决定。OK， 以上就是由雇主应该做的部分。那我们自己应该做哪些部分呢？当然就是申请签证了。一旦季节性工作被批准，我们就可以开始申请签证了。季节性工作申请的是D类签证，必须向当地的比利时大使馆或者领事馆进行申请，需要我们持有这个有效的护照，以及比利时授予的这个季节性工作的 positive decision， 也就是证明你自己的这个季节性工作是被批准的一个文件。这个签证的有效期呢是超过90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呢，大使馆和领事馆会把签证业务委托给签证的服务机构。那 VFS Global 呢和 TLS Contact 这两个机构这是最常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当地的情况，是否是直接处理还是委托给这些机构处理。那据我了解呢，在中国的内地呢，大概率是委托给 VFS Global 处理的。他们其实跟很多国家大使馆都有合作这个申请过签证的朋友应该比较了解。那在我们办理完签证，然后抵达比利时之后呢，我们需要尽快前往你所在居住地的社区进行外国人登记。那当地的相关政府人员也会派人去检查你是否真的住在你申报的居住地，如果确认无误的话，就会发给你这个季节性工作许可。那么这个季节性工作许可呢，在当地也被称为 A 卡。那它包括了你居留和工作的两个权利。
这个居留许可的这个期限呢，也与你的工作许可的期限是相同的。那季节性工作许可的最长时间呢，就是365天之内啊，最长是150天啊。但是这个工作许可也是可以续签的。OK， 既然当地也有续签政策，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续签政策是怎样规定的。那如果雇主希望在这个雇佣合同之后继续与你工作，或者你在这个季节性工作之后呢，又找到另外一家雇主，那这个雇主就可以向当地的这个主管就业的部门呢，申请更新你的季节性工作许可。但是在这里啊，要满足以下2个条件。第一是尚未达到365天内150天的最长工作上限。第二就是你在申请的时候，你的这个签证有效期必须是在1个月之前。这里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个每年最多工作150天的这个规则是不变的。如果你之前的工作没有达到150天，那你就在理论上是可以进行续签的。但是如果你之前的工作已经达到了上限150天，理论上你就已经没有资格再进行续签了，因为每365天最长工作时间就是150天。那在完成了我们这个季节性工作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有疑问，就是我们能否继续留在当地，或者转换成其他的签证形式，或者继续留在当地工作。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看看官网是怎么说的。官网是这样说的：由于季节性工作的居留是365天内最长150天的临时居留，所以在这个来自第三国的这个国民呢，必须要返回在欧盟之外的你的住处，也就是最多150天之后呢，你一定要离境，那不可能再转换成其他的签证形式或者许可。另外，官网上还有这样的注释，就是在5年内你后续再想申请当地的工作和居留许可，他会考虑你之前在当地逗留期间是否遵守当地的所有规则和条件。也就是说，之后5年内啊，你还是可以继续申请当地的季节性工作的，只不过每365天只能最多工作和生活150天。另外呢，你之前在当地的表现，比如是否遵守当地的法律是否按照当地的规则去行事，都是后续审批你是否能顺利通过的关键。好了，以上就是比利时季节性工作情况的整体的介绍。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啊，相较于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北欧4国，比利时的季节性工作签证相对比较中规中矩也稍稍有一点麻烦。首先呢，他在申请季节性工作许可的时候呢，需要移民局和当地就业政府2个部门来分别审批，而且这里还需要雇主来帮助你进行操作，然后自己再前往当地的大使馆办理签证，所以整个流程上呢，相对会比较繁琐一些。其次呢，它的最长工作时间较短，150天，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相较于北欧4国的这个6到9个月的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最后就是这个签证它不可以转为其他类型的签证，结束之后呢，必须要离境。那从这一点来说呢，比较适合希望在当地进行体验和工作的朋友。但是如果你希望通过这个签证在当地寻求这个留下，或者甚至这个拿到身份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比利时季节性工作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当地的工作机会相对较多。看我们前几期的同学应该比较了解常用的一些找工作的网站，我发现比利时当地的季节性工作机会呢，相对于北欧更多一些。所以对比利时这个季节性工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尽快搜索和投递起来。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